舍弃楼房租了个小院。舍弃楼房租了个院子，改造第一天，窗户拆，玻璃敲。今天打碎玻璃声音听得够，所有玻璃都先敲碎。窗户自己搞不定，只能找人换。再继续大锤砸。卫生间这里在通下水道，各种钻。这里也是通的下水，然后再外上水管。不一会，外边通水管的沟也挖开了。之前卫生间位置没有通水，只好多费了一些工挖沟通水管。猜挖这条沟多加多少钱？是让我心肝疼的一个数字。为什么得挖开呀？因为这儿有一个水井。不是水井，这里是通的下水道位置。订好的窗户也送来了。这些自己搞不定的基础弄完，后边的全部准备自己动手改造。那边安着窗户，这边通着下水道和水管，干顺手了呗。今天是监工和小帮手月8，这样速度的赶工是不是很满意？小院在一点的变化中，带着宝宝自己改造小院。
这是卫生间之前的样子，5000块把它改造成理想的样子。
房东大姨的老柜子。大姨说随便用，今天来改造翻新一下，仔细研究研究该怎么下手。先把82年的尘土扫一下，积灰不是一般的多，扫了2遍，用湿布擦了4、5遍。抽屉有的变形不好拿出来了，把抽屉里的东西装起来，还有一些年代感的邮票，还有年代感老花布和贴纸，全部清理干净。擦了几遍之后，明显干净了好多。把这个锁也拆掉，很多木板变形做起来了，多锤几个钉子修一下。神笔马良的老兄开始技术活了，把全部面积刷白。我刷了2遍白色丙烯颜料，1遍白漆，差点忘了用腻子膏填平缺口部分。丙烯涂料涂2遍可以很好盖住颜色，抽屉打磨就能很好放进去了。把抽屉刷了1遍木蜡油，减少受潮变形，细节一定要处理好。调的咖色涂装饰边，这个颜色涂上第一瞬间就爱了，配白色也太好看了吧！不愧是神笔马良的兄弟。撕掉美纹纸，先看下效果，是我喜欢的样子。把旁边也勾出1圈，抽屉晾干归位。接下来把玻璃门装饰一下，用竹条编出竹编网格。老公说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你做不到的。还要给我弄个工作台，方便我做一些手工。把边缘先用胶粘好，剪掉多余的部分，再多刷一些胶。一直想拥有一个藤条编织装饰的柜子，自己动手也算实现了。给柜子里边粘上防水贴纸，竹编网粘得很结实了。找了2个木板边角料，可以当做玻璃门把手。来看看改造完的整体，刚好可以放烤箱了。还记得它之前的样子吗？现在的它是这样子。天竟然钻进了小黑屋，这个空间这个门也太小了，不拿手电筒照着真的是两眼泛黑。为了画灶台门的拱形，我也是拼了，我再胖个20斤绝对钻不进这个门。这时候才意识到又瘦又矮真香，今天终于要给灶台安上小木门了。这个扁木条拼接宽度也太合适啦，2个门的尺寸不同，剪出门的形状，按这个来裁木板。木门看着简单，很考验技术。先用木棍固定好扁木条，然后再切割。工具是记得我的原则，能省则省。2个门都安反了，又拆了重钉，半天时间竟倒腾这2门了。接下来是更不容易的安装环节，看来要把不合适的位置继续打磨。没关系，方法总比困难多，一起微笑面对木屑吧。边边角角也磨光滑一些。对了，还要涂2遍木蜡油。还说要趁能晾干的时间打磨一下灶台表面。Oh my god， 我的锅碗瓢盆都要完蛋了。就是为了打磨，打磨完到处都是灰。安上效果还算不错。为了灶台表面干净好看一些，增加了好大的工作量。每个角落每个小物件都落上了很厚的灰。如果是你会有什么感想？打磨完用湿布擦干净，擦过的还不错，自己垒的灶台越看越喜欢，明天就可以安然煤气罐啦。擦了3、4遍，时间越久，粘的颜色越好看，这下表面干净多了。回忆一下，这是灶台刚垒完的样子，这是打磨后或安完门的样子。
前主卧是这样子的，大面积的墙都需要修补，动手把它变成温馨的小屋。的又一个老柜子拉出来给它改造一下，研究一下怎么对它下手。先把82年的老物件拿出来，这估计是个铜勺。柜子很多木板坏了，能拆的都拆掉，打算给它钉上新的木板。门把手拆掉，柜顶拆掉，还有背板铜孔拆掉。今天的改造实属有点粗鲁。哈哈，粗鲁点没关系，只要它能变好看。82年的老钉子们太顽固，不要怪我上脚了。拆完之后我能拎起来就好，缝隙里需要好好刷干净，每个角落都不放过，然后把它晾倒晒干。趁晾干的时间选了一些木板回来，大块的搞不回来，只能按照小尺寸裁，全部给它钉结实。钉子太短，锤子砸了几次手。想了个办法，用钳子夹出来钉。脑袋果然是个好东西，还有两侧直接钉上新板。这个比被打后要用行业性的钉子，一个把柜子挥去自如的真汉子。你说我去报个木匠班还是举重班好呢？月八总问我妈妈你咋什么都会，记得给他盖上盖。隔板也安排上，下填一层隔板需要把字的角凿掉，小意思。还有什么能难倒我的？完美忍不住再次感慨，脑袋真是个好东西，有时候脑袋也不咋地。桥背板安反了，又拆了重钉。月八也想体验一下改造的快乐，玻璃门好好清理干净，洗完或新的一样。打磨一下，准备上木蜡油，木板颜色变深更喜欢啦。晾干再刷一遍。接下来搞重要的装饰。网上看的竹编网格80-90块1平米，10几块的竹条自己动手编它不香吗？把竹条对半撕开。今天编一个稍微复杂些的，看我这熟练劲像不像练过？其实这是第2次编网格，今天需要的这个有点难度。编到第2章的时候才找到了技巧。从一侧开始比从中间好编很多，不改个柜子都没发现自己还有这技能。只要你想做的都能搞明白它，按照门的尺寸大小编好，边上多余的剪掉，双股的网格更好看些。对门木板坏的有点严重，先粘上一层贴纸让整体干净一些，又把剩余的背板拿来钉在门上了，拼拼凑凑的也够用了。把编好的网格粘在门上，这么洋气的柜子怎么能没有装饰感呢？用深色的木条把网格边缘围上。神笔马良的兄弟又开始调色了，搞出我理想的土棕色。这次改造成比较有韵味偏深色的柜子，为了调出想要的颜色，还是用的丙烯颜料，然后把玻璃门安回去。切膜仪式来了，这次颜色搭配太爱啦。最后给它安上门把手，刚好之前安的斗柜多余2个把手，果然一个东西的出现就是有它的用处。还记得它之前的样子吗？现在的它是这样子。
我真的越看越喜欢呢。梦想的青石板路开始动工了，40块基本都是自己从大货车上卸下来的，搬完这堆感觉腰都不是自己的了，每一块都超级重。提前量好尺寸，选的石板大小和数量，先把要铺的位置全部摆好，然后再把下边的地砖撤掉。虽然做起来很累，但自己能搞定，所以没必要多花钱找瓦工，能自己干的都自己搞定。买了好多各种好看的鹅卵石，每天忙忙碌碌，不知不觉就天黑了。用鹅卵石把青石板围起来装饰，铺了5、6块，脖子和腰就僵住了。但是很喜欢这个过程，配上鹅卵石有那感觉了。第2天早起继续铺，青石板下边用沙子垫高，用水平尺掌握好每块石板一样高，大袋沙子都能拎起来的我。这2天月巴爷爷奶奶来帮忙了，低头铺路很累，颈椎和腰，幸好有家人来帮忙，铺起来速度快多了。水泥要和的稀一些，不然鹅卵石固定的不结实。边做边总结出了很多经验，还有鹅卵石要稍微紧凑一些更好看。一起做有意义的事也是一种幸福，也算是带爸妈感受了一下帮忙改造小院很不一样的人生体验。特别喜欢青石板路，所以必须实现它。月巴假期也一直在帮忙，
雨之前铺完，最近又要连续下2、3天的大雨，打湿的石板路颜色更深，更喜欢啦。希望大雨尽快停下来。院子里还有好多没有搞完的，接下来要把我的小凉亭彻底弄好，再给院子里设计出更理想的效果。一起拭目以待小院的大变样。天小院又有大动作，最开始看到院子时，就幻想着在这个位置种上竹子。今天刚好买的竹子到了，开始对院子里这个角落下手啦。给大家表演一个徒手刨砖，大概70厘米的宽度。老公今天不上班，怎么可能让他闲着？需要挖20厘米左右的深坑。月巴一个人运出去好多砖，一提到干活比写作业积极多了。取回来2大捆竹子，这个竹子比1.83米的老公还要高，比我在花卉市场看的竹子好很多。这一根顶那3根粗，而且这个比花卉的还要便宜，叶子也不少呢。院子里种竹子意欲很好，对于北方来说，这样四季常青的植物很赏心悦目。月巴对种竹子更感兴趣呢。假期又是干活的一天，这比出去玩更有意思。月巴每天累得晚上7点多就困，自己倒床上就睡。第二天满血复活，6点多早早就醒。这个国庆过得非同寻常。立好一排，再继续第2排。竹子要埋进去20厘米左右，第2排和第1排要交错开，然后从头到根全部浇湿一下，滋润一下竹子整体，再盖土。趁土松时，把竹子立直弄整齐。第1层厚土踩实之后，再薄薄盖1层松土。刚好下午小栅栏也到了，这个栅栏颜色好喜欢，买了4米刚好够用。感觉这个位置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。别看栅栏安装这么简单，需要费很大力气凿。这个很容安的歪歪扭扭，把每个插板位置先凿进去一点，然后再用大力弄到底。老公脑袋也真是个好东西，用一个木板辅助很快搞定了。新种的竹子需要每天给叶子打湿，根部少量浇水，让土湿润。最近经常下雨，小竹林都省得浇水了。开心开心，小院在不断的变美中。这么大的院子怎么能没有凉亭呢？动手自己搭建一个，量好位置和距离，开始挖坑。老公直夸我这坑挖了真有技术。接下来开始立柱子，底部放砖让柱子更平稳，保证4根柱子埋进去的部分一样长。柱子提前刷好木蜡油晾干，木材选的是成品，我们选的比较粗，更结实，更好看些。每一根都超级重，刚立进去的柱子周围用砖固定好，这样按柱子时就不会晃来晃去。此时此刻又想说脑袋真是个好东西，支撑加固一下，等待水泥晾干。凉亭旁边一起做个葡萄架，柱子开完槽把横梁安上去。凉亭的柱子太高了，锯掉50厘米，做出理想的高度。木块以后还可以改造成需要的东西。研究一下凉亭顶部怎么钉木板，不仅考验技术，也考验脑力。最近连续下大雨，耽误了好多天。下完雨赶紧继续。老公在做凉亭的顶部机构，不动手不知道什么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保证顶部结实结构又不会乱七八糟的，费了好大力气才给它举上去。如果找专业的木工做一个凉亭要4、5千，所以还是自己动手做吧。我的原则能省则省，但还要达到理想的样子。去掉多余的木板，然后做出顶部的尖角，用塑料膜布打底防雨，打开救命稻草。没错，再用茅草固定在顶部，茅草越晒颜色越偏枯黄色。老公说这个还算好定，棱角处需要想想办法连接上。院子里的小跟班也跟着忙，月巴玩茅草玩得不亦乐乎。天黑也要加油干。月巴爷爷也经常过来帮忙，想了个好办法，用铁丝把茅草穿上，这样拐角处能很好安了。迫不及待的想把它完成，好想有把大梳子给他梳理一下头发。最后扎了一大束放在最顶部，还别说这个啾啾怪可爱的。凉亭越看越可爱的小丸子头，把边缘塑料膜剪掉，自己动手，凉亭梦想也实现了。以后和朋友喝茶聊天的休闲区有了。明天看我把凉亭区怎么布置得更美，把凉亭布置成梦想的样子。连续下了3天的雨，
终于晴天了，可以继续动工。先给凉亭铺上木地板，这个地板是碳化防腐的，而且安装超级简单。我选的是60乘60厘米的规格，用卡槽直接把木板之间卡住就 OK。另一个木桌也派上用场了，还选了几个木质椅子，原木色就是最爱。配上这个桌子太适合了，用心装饰一下这个角落，挂上心爱的铁艺小房子，还有一个很独特的装饰鸟笼，用铁丝弯出挂钩安上，这个位置就是给它留的。前几天剩余好多铁丝也都用上了，这个位置挂上绿植，装饰灯一定要有，每一条都是6米的太阳能款，选了1串白色和2串透明的，这个长度很合适，刚好够用。我已经看到在这里和朋友喝茶聊天的画面了。之前院子里是这样的，现在它是这样子的。布置完后，我彻底爱上这里了。一起来感受院子里最美的一角。秋千到了葡萄架位置，可以弄得好看些啦。把横梁之间拴上竹棍，葡萄架只用了2根柱子，不用说就是为了省木材，哈哈。用比较粗的麻绳双股更结实，用力打死结固定好竹棍。这个竹棍本来是做栅栏用的，用一些放在这里，长短都那么合适。中间交错部分用绳子拴在一起。接下来高难度的来了，组装一个大秋千。打算葡萄架下边放这个秋千。看到这些大螺丝和安装说明，我就知道不简单。研究了好半天，开始征服它。月巴帮了很大的忙，他撑着棍子好安一些。我能说将近1个小时，我只搞定了4个腿吗？组装真的太考验耐心和脑力了。每一根木棍都很重的，没有这小家伙帮忙，我还真力不起来它。反反复复安错了好几次，拆拆装装装装拆拆。支架搞定了，后边的座椅应该好安了吧？继续安掉一部分。呵呵，还以为它能简单些，一上来就把我制服了。每一个孔都不好穿锤子，各种凿。遇到了最难安的2个螺丝，这个无论是用手还是工具都安不上，绞尽脑汁想了个办法，把它们粘在一个木棍上，这样在拧螺丝时它就不会乱动乱跑。感慨感慨，脑袋太是个好东西。这个孔太大了，必须有东西固定住这个螺丝母，为了实现秋千自由也是不容易。最后一步需要2个抬着挂上，每个螺丝的位置一定要加固。终于摸龟把它征服了。晚上的秋千和葡萄架区很温馨，月巴困得不行了，还想玩一会秋千。秋千区白天更是惬意，葡萄架暂时种不了葡萄，先放上秋千也是很不错呢。越来越爱小院啦。这是不是你梦想生活的样子？欢迎月巴的沙池终于要开工啦！研究了好几天，还是觉得这个位置比较适合。最近总下雨，已经浇进2大袋水泥了。说干就干才是我的性格。月巴说喜欢半圆形状的。大力士妈妈上线了，搬沙子搞水泥样样 OK。自从改造小院以来，和了无数次水泥，已经练出了熟练的技巧。
越发和水泥也是很厉害的。哈哈，小伙被锻炼的力气也变大了。把摆好的砖用水泥固定，不要破坏原本的形状。随时把多余的水泥清理掉，保持边缘干净。越发小瓦工越来越专业了。妈妈再也不怕你长大混不上饭吃了。就这技术，一天怎么也能收入3-5块呢。把半圆内地面表皮还没弄完，就在淅淅沥沥下毛毛雨了。水泥不够继续和，这是不是专业瓦工的技术了？为了防止沙子弄得到处是，给砂池加高一层。我固定砖越发处理边缘多余水泥，感觉单层的太不结实了，继续给它加宽。雨点越来越大，弄完这些水泥先停工。第二天晴天继续，用白水泥把砖缝勾一遍，还挺不好和的。越发看我搞得费劲，主动来帮忙。砖缝不是想的那么简单，一上手才知道总是抹的周边不干净。趁没干透之前，需要用湿布及时擦掉周边的白水泥，擦完感觉干净多了。费了好几只手套，最后干脆不戴了，感觉直接用手抹得更好更快。你们猜我抹完这些砖缝手费了吗？买了240斤海沙，大袋是100斤重的。下雨又被高湿了一袋，给沙子均匀一下，还把他的小滑梯搬来了，给越巴创造一个快乐的童年。今天又实现了沙池自由，你解放了妈妈，又快乐了越巴，这样越巴也能少看电视了，简直完美！一起给宝宝实现沙池自由吧！猜猜我老公用这些木棍又要做什么？全部刷好木蜡油备用。今天给厨房外边安上茅草屋檐，先做几个3角支架，用来固定支撑木杆和茅草。看着像是专业的架势，该锯掉的地方锯掉，3脚架就这样搞定了。屋檐的长度是3米多，木棍长度不够，把2根木棍连接在一起。2根都锯出凹槽，就这样木棍完美接在了一起。用螺丝固定结实一些，然后用铁丝绑上茅草。茅草绑了2层厚度应该够了。我老公这木工的技术有时也不咋地，木棍说锯歪就锯歪。锯好的木棍继续来做3角支架。墙上的膨胀螺丝安了一组不合适，又各种打眼重新安，不是专业的但可以动脑钻研怎么搞定。3角支撑棍也固定上，我们做了4个3角支架来支撑。
现在继续拼接一个长木条，用来做边缘的横梁。这个还真有点不好搞的，没有点耐心都弄不好它。3米多的木棍就是这样搞定的。支撑架整体用了3根横梁，最里边的一根刷好茅草直接放上去，这样就很好弄了。茅草调整的稍微向下倾斜，再把茅草弄整齐些。记得上屋顶还是小时候的事呢，把屋顶的砖和瓦片整理一下，准备给墙上也装饰一下。目前家里只有多余的几盆绿萝，把绿萝根部蹲矮一些，这样放进去的高度刚刚好。放在这里感觉怎么样？要给它们多多浇水啦。小院改造在不断进行中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变化，再一点一点把它变成梦想的样子。快看今天的天空有多美！要对我的斗柜们下手了，把它们翻新改造一下。之前搬家时，柜门和抽屉都缠上了胶带，用完除胶剂后，上面的漆就花了，还有很多磕磕碰碰的地方。爱动手的我怎么能每天将就着看它？先把所有的门把手拆下来。这次改造选的水性木漆，研究一下颜色怎么搭配，选的环保没有什么味道的漆，打算用米白色、脏橘色和巧克力棕。先试一下这个脏橘色。感受一下直接刷这个颜色的效果，直接涂颜色有点艳，擦掉来调一个理想的。来试一试浅一些的橘色，脏橘色和米白色1比1，太喜欢这个米白色了怎么办？奶乎乎的感觉，先来刷第一遍试试看。想把原本的灰色部分换一个颜色，白色部分刷成米白色。忘记提前贴美纹胶带了。为了不涂抹到边上，还是贴上更方便。这个橘色干了之后，颜色会变深一些。再把白色部分涂好，米白色看上去更柔和一些。原本的2个原木色抽屉也涂上米白色，让20分钟左右继续涂第2遍。发现还是滚刷更好用，涂得又快又均匀。再用美纹纸粘出装饰边，不能让它就这样光秃秃的。装饰边用巧克力棕色，配米白色太喜欢啦。这个装饰边一定要小心刷。第1遍涮完删一涮，着急刷第2遍。晾干的时候，先来把门把手安回去。切膜仪式来啦来啦！太喜欢撕掉美纹纸这一刻了。这个矮柜只有1个门，开心开心，感觉像是又新买了2个柜子。还记得他们之前的样子吗？现在他们是这样子，换一个颜色，换一种心情。看
哪个家具不顺眼就把哪个摆起来，小院这个位置下手啦。还记得洗手间拆下来的那个大浴缸吗？打算把它利用起来，计划改造成景观水池。量好浴缸的尺寸，规划一下位置。院子里比较空，每个角落都自己动手改造起来。我又要开始挖坑了。上次搭建凉亭，很多人问坑咋挖的这么好，干啥都研究出了技巧。先这样把坑的边缘轮廓挖出来，再把里边的土挖空。看着简单，挖坑真的很累，很费力气。泥土超级硬，很不好挖动。这该死的挖掘技术，形状和大小又是完美吻合。把浴缸清理一下，还有一个82年的老音响，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。浴缸先用清洁剂浸泡上，院子里的老砖被掀掉的越来越多。照这架势，估计会被我慢慢都掀掉。挖出来的土也要先清理出去。月巴和狗子们玩得好开心。浴缸浸泡的差不多了，还有一些木蜡油用退漆剂很轻松搞定，尽量刷干净一些。这个浴缸时间太久了，很多锈搞不掉。底部垫一层塑料膜，防止渗水，一起环保，把废物利用起来。浴缸真的太重了，用土把浴缸周边填实固定住。前些天在湖边拉回来的大石头，打算用它们围在水池四周，用水泥固定好。把进水口位置用白水泥堵上。铺青石板路还剩了一些鹅卵石，用一些把四周装饰一下。淘气的月巴总把狗子们放到这里，两个小短腿自己爬不上来。开始放水啦，从花卉拉回来的水培植物，给所有盆栽把土压实一些。选了3种不同的绿植，这3盆才100块，连盆直接放进水里，多放入一些鹅卵石增加重量，这样一直在水里就不会飘起来。为了不左右摇晃，我还用大石头加固了一下，再放上5块钱的铜钱草。跳跳这是渴了吗？还记得他之前的样子吗？现在他是这样的。废弃的浴缸摇身一变，真的太喜欢啦！接下来研究，继续对小院哪个角落下手。天用大抱枕改个狗窝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赶快给狗子们把暖暖的窝搞定。这个大抱枕有3个，刚好拿1个来做够用了。抱枕拆成布料裁出需要的尺寸，打算做一个圆锥形的狗窝。蹦蹦又把跳跳踩在脚下了，地上很冷，狗子们总找暖和的地方睡。哈哈，把蹦蹦挤下去了。一共剪出8对这样长方形的布料，把每一对缝出这个精挑的形状，缝好每一条给它翻过来，一共做出8个长短大小一致的，还有一些麻布料也用上了，给缝好的每一个布条塞进棉花，再缝制出一个3角形。这缝纫技术凑合着用吧。继续给布翻面，这个也要用棉花塞满满的。塞好棉花，再全部封上口，然后把灰色和花纹一个接一个缝好。装了棉花很不好缝到一起，月巴和跳跳在旁边玩得很和谐。3角形下边是狗窝的门洞，再剪出2个圆形布做底托。没有缝纫机，纯手工缝制狗窝。为了保暖，底托做的厚一些。没有测量，不过还算缝得比较圆。棉花多多塞一些进去。来比划一下组合起来，哈哈，这个形状咋看着那么奇怪？继续把上下结构缝在一起，再整个大圆球放在底部缝好。月巴超级想住进去，最后门洞上再挂个小球球。狗窝。
哈哈，第一次纯手工缝制狗窝完成，带狗子们认识一下新的小窝。蹦蹦在熟悉小窝的味道，闻来闻去的小鼻子。暖暖的小窝，这个冬天蹦蹦跳跳不怕冷啦。杨小芝每天腻腻歪歪的，看来狗窝做得很成功。他俩好像很喜欢这个小窝。前2天选的衣架到了，果断拆开给它组装好。有一个衣架感觉不够用，又入手了一个双杆的。月巴是不是很像我？动手能力很不错，干啥都要和我帮忙。还别说，没有他帮忙扶着，真不好组装上。每次帮我干活都超级有耐心，不用说都知道哪里需要扶。有他的帮助，很快搞定了。双杆的放在主卧，这用来挂我和月巴的衣服。另外一个放在次卧挂老公的衣服。送完月巴去上学，我又翻出来一个老旧瓷盆，刚好用来放另外3盆铜钱草。这个盆太合适了，形状和颜色也很好看，有点小复古的感觉。上次买的水培植物还有3盆，这个不知道放哪里，这下有地方安置了。再次旧物利用起来。这个盆的大小刚好放下这些铜钱草，完美完美。淘气的跳跳和蹦蹦总咬我的植物们，狗子们是不是都喜欢啃叶子？放在这里还是很不错的。雨露均沾，给叶子们洒一些水。一个旧盆，一个废弃浴缸，变成了小院很美的角落。希望冬天来得慢一些，植物们可以在院子里放得久一些。杂物间发现一个旧木桌，我对它有点灵感了，收拾干净，把它改造成一个茶几。桌面木板起皮有点严重，把翘起来的地方全部丢掉。这82年的尘土一层叠一层，下边整块木板都能轻松拆下来，一层一层掀掉很解压。一边拆一边想怎么改造它。旁边亲密无间的2个小可爱。跳跳超级黏月巴，桌面拆掉的也比较多，用一些腻子膏填平一下，腻子尽可能和到最硬的程度，这样才能更好填补缺处。补好后等待它晾干。老公在做狗别墅，顺便帮我锯一些需要的木条，量好长度，一共要16根。猜猜我用这些木条安在哪里？把每根木条打磨一下，打算用绿色搭配棕色。用豆蔻绿先来刷木条，木条摆整齐，刷比一根一根刷快很多。这个颜色有点爱了，每一个面都要刷到。涂完漆，然后晾干它们。找来一块木板，不用太厚，很薄的一张就可以，钉在桌面更平整一些。桌面也刷上绿色的漆。干了之后颜色会变深一些。转眼不见狗子们把油漆刷叼走了。拿来吧你。桌腿用巧克力棕色，这次搭配有点小复古的感觉。刷完一遍晾干再刷一遍，看不到地方也要刷上。中间横梁刷上绿色，晾干的木条可以用上了。间隔2厘米左右排好，不想钉钉子，用胶水把它们粘牢固。哈哈，新茶几要上位了，长方形的放在这里更适合。之前的它是这样的，现在的它是这样的。没有学过美术的我，今天要对这面墙下手了。空了好久，终于决定画什么了。
看不专业的我能画成什么样子。先用铅笔勾出大概轮廓，一共分为5个区域。两侧的砖墙，中间的花丛、窗户和右上角葡萄树。刚好这面墙有一个大圆形，用来画画太适合了。好好研究一下配色。先来画砖墙部分，调出砖红色。改造小院以来，总和砖接触了，砌够了砖，继续画砖。随意勾出砖上的深色部分。刮刀蘸取白灰色涂料修饰砖缝。窗户的玻璃是深蓝色交错着黑色，体现出在树下阴暗的效果。用深棕色勾画出窗户的边框。接下来是画葡萄树，深褐色描出细一些的枝干，绿色随意画出叶子。趁调好的绿色涂料还有。顺便把窗前花丛叶子也画好，花丛部分比较大的一坨，用纸团蘸深绿色画出一些大片叶子，然后再画出一串一串的葡萄。月巴尝试画了几串也很不错呢。花丛的花可以用刮刀，也可以用刷子。花的颜色用暖色调随意搭配。这个配色真的爱了爱了。月巴找来纸，也在一旁画小花，最后再用一个纸团，把周边用灰白色点缀一下，上边也是继续随意点缀。没学过美术的我尽力了，哈哈！画了大半天，来看看一进门的感觉。这面墙画的还算成功吗？太好了，给院子里的植物先浇浇水。现在拥有了以前一直向往的小院生活。墙上的绿萝长得还不错，屋子里的也要勤快浇水。可怜这棵福禄桐前些天放在院子被冻了，查了一下，放在暖和的地方有可能会缓过来。还没正式进入冬天就已经很冷了。这棵橡皮树倒是长得很不错，叶子越来越多。前几天给斗柜涂的颜色越看越不喜欢。我又要给它俩改色了，这个橘色不是理想的样子，颜色太亮了，一直都想要深色系的，上次没有调出来，上次剩余的一些漆倒入巧克力棕，调出来咖色。先涂上一点试试颜色，干了之后是深一点的咖，没错，就这个颜色啦。这次要提前贴好美人纸，混刷真的太好用了。很多人担心家具翻新涂漆会不会甲醛重，我选的是比较安全的水性漆，基本没有什么味道。再加上屋里放了很多个分解甲醛的除醛膏，这个棕色装饰边不好打磨掉，先用白漆盖一遍。为了整体协调，还是不要它比较好。然后再整体刷2遍米白色漆，晾干之后门把手安回去。晚上看着颜色更深一些。原本的它是这样的，第一次改造后是这样的，现在它们是这样子的，奶咖奶咖的，是不是还有点高级感在里面？这才是我理想的颜色搭配，有没有比原始的灰色还要好看？我缺个台灯，今天把结婚仪的台灯拿来改造一下。提前量好灯罩的长度，6-7年没用，攒了不少的灰，给它好好擦一擦。丙烯涂料又派上用场了，用白色和浅黄调出奶黄色，直接给大圆球涂上色。还有灯罩部分也直接涂上奶黄色，晾干再涂第2遍。把木棍刻出需要裁的位置，手锯上场啦。扭一根锯出长短的2根，感觉木棍锯的有点多了。然后把不平整的一根磨，继续刷第2遍晾干。
干了之后，用深绿色点缀一下，刮刀随意抹啊抹。锯好的木棍开始粘到上边，上下间距要细心用均匀，粘上木条开始有那感觉了。找来一个发圈，给它捆上，让胶更好的粘合。接下来再粘第二层短木棍，这样粘在2根长木棍之间。等胶完全凝固就 OK 啦。来试试看灯光下的样子。快把你家看着不顺眼的台灯改造起来。还记得它以前的样子吗？现在的它是这样子，感觉比之前的好看多了。从老妈那里拉回来的高木桌，把它改造一下，用来做花架。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，一直放在老房的角落里。这尘土是有多厚？擦完用腻子膏把坑坑填平，晾干之后打磨平整，让普通的它变得更有使用价值。改造台灯剩余的一些丙烯涂料不要浪费，用在桌面来打底。然后开始刷漆啦，加点水稀释一下，搅拌均匀。这次改造桌子腿用绿色。旁边狗子大战开始了。原木色其实很好看，就是太旧了，伤痕累累的地方比较多，还是用漆盖住它吧。粘人的2小只，细节处也认真刷上漆，看不到的地方也想给它刷上。晾干继续把桌面也刷上漆，桌面搭配的咖棕色。一到傍晚真的太冷了，这是水池里其中一盆提前拿到屋里了，因为这盆是很怕冻的，放在这个位置太喜欢了。一直想买一个类似的花架，这下又省钱了。给绿植穿上编织篮变的是那味了，这个小木桌就是为它而来的，完美完美。没有还不错，只有刚刚好。这下狗子们啃不到叶子啦。来回忆一下它之前的样子，这是它现在的样子。最近已经是第5次跑花卉市场了，又拉回来一堆。这几天开始降温，0下几度。把院子里的植物全部挪到屋子里，离花卉市场不远，太方便了，需要什么随时去逛。前2天已经提前挪进去1盆了，这棵铜钱草快被蹦蹦跳跳啃秃了，挤一挤可以直接放进大盆里。这2颗大盆绿植真抗冻，最近已经特别冷了，它们还是长得这么好。大家一直担心的绿萝放在室外不容易活，有茅草屋檐，再加上秋天很少能暴晒到，长得很顽强。今天算是及时拯救它们了，冬天绝不让它们受冻。一大颗鸟巢蕨放这里，屋子里绿植一下变多了。顺便选了一个花架，方便放这些植物。是我最爱的小房子款式，选的碳化木材质的，为了暖和的时候能放在院子里。安反了好几次，拆拆卸卸琢磨了大半天，以前养花的心情都没有，现在每次去花市绝不空手出来。还有一个错位螺丝孔，不锤几下真安不上它。这个花架的尺寸也是刚刚好，即使不起眼的绿萝也让它精致起来，每一盆都值得用心对待。花架放反了，转个圈换一面，还是带滑轮的，很方便。还选了些多肉一起带回来了。那个正好有新市场那个家里，我在打它的肚皮，因为它脚不像肚皮，那你就可以看到脚，这个看呗。就是跟你旁边这个。那个
名字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盆猪鼻，其他植物的名字给我点时间记住它们，为花架多添置了一些气氛。第一次养这么多植物，明年天气暖和时院子里会更多。这应该就是田园生活少不了的生命气息吧。狗别墅一起买了不少木板，剩余的木板打算用来做个木门，安在秋千旁一进门的位置。在网上看，尺寸比较小的木门都要大几百，自己动手做省下1000多，它不香吗？我们打算做高度1.5米左右，内外都能开门的那种半腰门。下半截木板是没有缝隙的，为了平时不让狗子们钻出去，又开始考验老公的技术了。上半截是有点造型的尖角设计，间隔一点缝隙更好看呢。用螺丝把木板逐一固定好，做好一扇门，继续做另一扇。用胡桃色木蜡油给木门上色，这个颜色是我理想的色调。先刷第一遍，放旁边晾干。然后最难的部分来了，发现内外开关的隔页很难安装，需要弄出完全吻合的隔页凹槽才可以安。一共要开8个这样的凹槽，光这8个凹槽就凿了将近1天。木匠活真不是能心急的。开完槽的部分也刷上清漆。2遍的样子。这是整体刷完2遍木蜡油的样子。仔细看了一下安隔页的凹槽，确实不简单。又开始佩服我老公这耐心了。之前的餐桌就这样变成了木匠台。其实关于木工的活，之前老公一点也没有做过。改造小院把他的潜力全部给挖掘出来了。自己改线路、垒灶台、建凉亭、造狗别墅，一直想买的木门也自己做出来了。安木门一定要做这个固定条，这样才能上墙安装。合页位置用铁丝拧紧，继续把另一边安好。2个门之间有缝隙，老公给一边多加了根木条。感慨感慨，脑袋真是个好东西。再把多加的木条给涂上清漆，是不是堪称完美了？妈呀，我简直太爱这个小木门了。没错，是那风格了。一起期待小院更美的变化吧。小院最近的大工程，从来没做过木工的老公，要自己做个狗别墅，看看业余木匠能做成啥样。先用细木棍把整体龙骨框架做出来，光这个框架就做了1个上午。木地板也安排上了，狗子们真是幸福了，全屋实木定制。老公休班1整天，狗别墅才完成了1/3。这绝对是一个既考验脑力又考验技术和耐心的活。尺寸要丝毫不差，不然很容易影响下一步。每天晚上下班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开工。老公还想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创意，门洞上边做出小动物头的形状。这个形状其实很不好凿出来，凿完继续打磨平整，这耐心我都佩服的不行。接下来做2楼平台和小楼梯，上半截是一个短短的小斜坡，下半截是阶梯式的。这个小楼梯也太可爱了吧！每一个螺丝都要先打孔再拧螺丝。老公说这样做出来更结实，就是比较费时间。2楼的屋顶居然还做了一个小窗户，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他又做个啥出来。把木板打磨出斜角，用在小窗户上，这是打磨好的样子，这木匠活越来越到位了。好喜欢这个立体小窗户，每一块木板都要用心对待。接下来做4周的栅栏部分，用一边是半圆形的木板来装饰，绕道又去参观他那没完工的狗别墅了。4周先做上横梁，再间隔同样的距离安好宽木板，做上一圈栅栏的小房子更好看了。为了防止防腐，刷上木蜡油，用透明色来保留它的原木色。本想用碳化方式防腐，试了一块木板，感觉碳化颜色太深，所以选了这种没有什么味道的清漆。间屋顶刷成透明胡桃色，让它有一种红屋顶的感觉。月巴也加入了刷漆的队伍中，边边角角比我刷的还要细致呢。屋顶刷了2片胡桃色的木蜡油，历经了不知道多少天，终于完工了。小院又多添了一份小温馨。恭喜我蹦，我套喜皮狗别墅一套。
快喊你那只会干饭的老公给狗子安排起来，今天把老公做的狗别墅完善一下。先做2个放在小窝里的垫子，量好尺寸，剪出合适的布料，缝好4个边，留口把布翻过来，棉花撕的松散一些，塞进垫子里，把棉花均匀铺开。缝好口之后，再缝上几个扣子，为了让里边的棉花更好的固定住，这样也更好看呢。然后在狗牌上写上我蹦我跳的名字，小骨头形状的狗牌好可爱。老公做的这个狗别墅还真是很精致，最开始还以为它会翻车，没想到竟然做得这么好看。楼梯换上小脚面装饰一下，接下来给门的位置安上卡槽，确定好位置和大小，把木料打磨出形状，设计的小狗和小骨头的样子。螺丝刚好当做小狗的眼睛，这个位置也刷上木蜡油，狗别墅变得够完美了。在瞭望台一直看我干活的狗子们，越来越爱狗子的小木屋了。忙完带狗子们去洗剪吹了，楼上楼下各一个。很多姐妹说狗别墅有点小，看越发展进去，实际狗别墅不算小了。前几天捡了2个大一点的狗饭了，好喜欢这个实木的小支架。狗子们越大吃的越多，再给狗牌上挂一个小铃铛，毛孩子的童话小天地。把母亲大人的嫁妆搞来了，今天给她好好改造一下。母亲大人说：“这也就是你，就这破柜子，没人稀罕。”这个橱柜满满都是我儿时的回忆呀，门上还有小时候用面糊贴的福字呢。上面的纱全部拆掉，打算给它安上长虹玻璃。一直想拥有一个带长虹玻璃的柜子，这老尘土估计比我岁数都大。刷漆之前先用砂纸来打磨一下，木字膏补上缺口，给它晾干，再把翘起来的木板都锤上几个钉子，用最近剩下的一些漆来搞定它。把脏橘色、米白色还有巧克力棕调一下，再倒点水稀释，好好搅拌搅拌。先涂一点试试这个颜色，晾干之后是偏深一些的咖色。搞定搞定，柜子两侧就用它了。给橱柜的上下门刷上倒扣绿，希望这次能改造出来小复古的感觉。再细心的给四周贴上美纹纸，把轮廓的边框刷上白色试一试。中途还是决定把坏了一点的顶给它掀掉，换上一块新的木板。柜子里的第一层也坏了，直接给它铺上一块新的钉好。用做的2块长虹玻璃可以用上了。这个玻璃也太好看了吧，好喜欢好喜欢。用木条做了一个卡槽，玻璃可以直接安上去，上边也钉上木条，把玻璃的另一边卡在里边。这个玻璃门简直太完美了，真搞不懂为什么以前的橱柜中间都要留一个缝隙，上下门都需要用一根木条给它挡上。怎么看都觉得白色的边不搭，还是给它换个深色吧。接下来再给柜门安上门把手，没错，依然是我很喜欢的原木质感的。建模仪式来了，还是深色看着顺眼。最后用10几块钱的蕾丝布给这里搞定一下，做了一个双层的小帘子，平时可以散下来，也可以这样扎起来，来回忆一下它之前的样子。
这是给它改造之后的样子。我这算不算是又拯救了一个破柜子？你们说母亲大人还能认出这是她的嫁妆吗？自己动手用竹棍做几个吊灯，在网上相中一个竹棍吊灯要700左右，还是自己做吧，刚好院子里还有好多。先打磨一下，为了后边更好，刷上木蜡油，用铁丝围2个大小不一的圈圈，研究一下怎么把竹棍粘上去。先来做一个试试手，一长一短的间隔粘好，只要粘上几根，后边就很好弄了。再多粘一些胶上去，让它更牢固。第一个完成，继续再做2个。第二个找到了更好的技巧，先把对立的长竹棍粘好，像这样可以很好的掌握竹棍间的距离了。然后再粘短竹棍上去。有了方法，做起来快多了。把热熔胶拉丝处理干净。桌子惨了，忘记铺垫子了。拿到院子里刷上木蜡油。胡桃色是不是更耐看一些？晾干后用麻绳装饰一下，这样也能把竹棍和铁圈缠在一起更结实。为了更搭配，把灯口也涂上了咖色。其中2个灯罩留的口有点大了，灵机一动，给灯口缠上麻绳，大小就刚刚好了。脑袋真是个好东西，第一次接线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们搞亮。灯座没有线口没关系，有办法。重重问题一一给它解决。这不又一个考验大脑的时刻，没买到黑线，白色的线太不搭了。没关系，又有应对的办法了。关掉总电源，电工进场，迫不及待地给它们安装上。灯泡和原木灯座只花了几十块，这样我就拥有了一个几百块视觉感的吊灯，完美，又给自己省了一笔。小厨房的第一波氛围感自己创造了。一天做吊灯还剩了一些竹棍儿，今天用这些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吊灯。把最长的木棍挑出来几根，按照3:2的长度给它们割一下。别看我啥都会，其实我挺害怕用电锯的。锯完把它们再打磨一下，像这样把两端磨得圆一些。我绝对不会告诉你，弄完这些竹棍我的手指发抖。一共需要3个长度，先用最长的来摆出6边形，用热熔胶把每个角简单的粘一下，后边再往上摆竹棍就很方便了。抽屉里翻出来一些细铁丝，把上下每2根紧紧的捆起来。因为这个竹棍之间是上下承重的，所以这次就不能只用热熔胶了。每摆一层竹棍越靠中心位置，而且越往上竹棍也用得越短。快看，这个积木搭得还不错吧？拿到外边刷上木蜡油，我刷了很薄很薄的一层胡桃色。找了一个丙烯涂料的盖子来当灯座，灯口和灯座都烫出穿线的孔，然后把它们全部涂上咖色来搭配灯罩。不愧是电工的女儿，我这接线技术越来越熟练了。再把白色的线用麻绳装饰一下，这次的螺旋形编得太满意了。刚刚我就预感忘了点什么，灯罩忘记提前穿进去了，留的线也短了，又放出来一些，安个灯，我这衣服算是废了。这次配了一个大圆形的灯泡，没错没错，这就是我想要的风格。真的是。老公求我把这个位置安个帘子，哈哈，拖延了好久。他说窗户的风吹得脑壳凉。入手2大盘魔术贴，终于可以把家里的帘子门搞定了。墨绿色麻布做底帘，加一条浅绿格子布做装饰，把2块布缝在一起，直接粘上魔术贴，这样太方便了。帘子一折一折的粘上去，有没有乡土风格的气息？之前很多姐妹说厨房的连钉钉子不好拆洗，今天把它们换上魔术贴。这2大盘够我用好久的。剪出合适长度的魔术贴，缝在布上更结实。
悠闲的一个上午。再把它们安回去。自己改造的小厨房，从空荡荡到满满当当。生活的点滴需要用心对待，用热熔胶粘一下更牢固。哈哈，将乡土气息进行到底。用拆下来的旧窗户做一扇推拉门，厨房旁边这个位置一直放的都是装修杂物，今天把这里彻底清理干净，一大半都是之前拆下来的木棍和窗户。这些老木窗有几十年了，保暖很不好，所以自己掏钱换了新的窗户，把带玻璃的留出来做推拉门，其余的先放在外院这边，还换下来3、4组老式暖气片，挪到杂物间里。这些真的太重了，最大的实在挪不动，先靠角落里。还有老房很早之前的一些瓷砖，搬完这些差点没力气了，一上午废了一身衣服，尘土多到怀疑人生。接下来开始做推拉门，打扫完把这个黑压压的漆盖上，改造橱柜还剩了一些豆蔻绿色的木漆，刚好是防水漆，也可以用在室外。买了几个荷叶，还有让我老哥给做了一些铁片，用铁片把每2扇窗户固定在一起，先这样钻出孔，再拧螺丝，反正面都要牢牢固定好。这个木窗户很重，多固定几个铁片才能支撑住。刚好有10扇带玻璃的窗户，多1扇都没有，搞5组差不多够用了。先把其中3组安上小轱辘，推拉门不可少的，我不会告诉你这是我从花架上拆下来的轱辘，然后再把每组之间安上荷叶，正面安2个，下一组再反面安，做出滑轮折叠屏的那种。墙两边先各安1组窗户固定好，今天真的太考验我的技术了。安好荷叶的这几扇再和右边的一组接上，组在一起更重了，还好有轱辘能滑过来。它们之间也是用荷叶固定，试了一下宽度不够，有一个很大的缝隙，拼凑了一些做狗别墅剩余的木板，拼接起来刚好安在缺口处，物尽其用。这扇门又发挥了我节约的优良传统美德，哈哈，这个宽度完美。木板也刷上漆，还有边边角角，晾干后再换一些彩绘。中间空出的玻璃先涂上底色，底色我调了灰蓝色、香芋紫和奶黄色，这3个颜色搭配在一起太治愈啦。给灰蓝色部分画上小花装饰一下，随意的点涂出小花朵。之前的它们是这样的，现在的它们给小院多添了一份色彩。我等等这么些。从老家拉来一个比我年长2倍的老柜子，这个柜子至少有70、80年了，桌面坏的比较严重，木板凹进去了一大块。保护好刚洗的羽绒服，开始改造它。先把所有的门把手和锁拆下来，时间太久都锈住了，千锤万凿老半天，终于都拆下来了。仔细看了看抽屉里，感觉是最难收拾的，上工具把里外全部打磨掉一层。哈哈，这个姿势真不好拿捏。打磨完的部分一下变干净了很多，这衣服也白保护了，一打磨全废。估计这得是62年的木屑，擦干净后把缺口处填平。和的这点腻子膏刚好够用，大面积的位置直接上刮板了。这抹腻子技术可是练出来的。趁晾干的时候来调个颜色，米白色里边加巧克力棕和脏橘色，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加，想要原木色的感觉。先试下这个颜色干了之后什么样子，其他部分用钢丝球打磨一遍，砂纸已经被我用废了。腻子部分干了之后也打磨平整，感觉第一次调的颜色有点浅，又调了一个。先来把新的桌面安上，木板用的稍微厚点的，把桌面的棱角磨光滑一些。纠结了一会这2个颜色，最后还是决定用深一点的。桌面和边框部分全部涂这个棕咖色，一会贴纸的部分也简单刷一下，虽然都打磨了，抽屉里也再铺一层新木板，然后再全部刷上漆。抽屉和侧边长方形我用的巧克力棕色，量一下需要贴纸部分尺寸。这个贴纸买了有1个多月了，终于有地方用上了。自带胶用起来太方便了，贴纸和柜子颜色搭配起来看着还不错。
最后安上我喜欢的木质门把手。还记得它之前的样子吗？现在的它有木有原木质感的风格。刚好放在厨房一进门的位置。家搬回来一个老柜子，坏的比较严重，好好给它改造一下。这个柜子比我年长2倍，有好几十年了。桌面的木板也裂了，凹进去好大一块。听大家的建议，开动之前先保护一下我的衣服。先把门把手和锁全部拆下来，时间太久都锈在上面了。还有一个把手被凿碎了才弄下来。抽屉也变形了，特别不好拽出来。把抽屉的2侧狠狠地打磨一会儿，让它更好放进去。然后里里外外能打磨的地方全部打磨掉一层。这个过程虽然很解压，但是我的衣服又废了。把缺口部分用硬一些的腻子膏给它填平。桌面凹进去的这一部分也是一样。腻子晾干之后，给桌面安上一块新木板。原本的桌面实在拆不掉，只能用这个办法拯救它了。最开始想改造成原木风的感觉，于是调了这个颜色，大面积刷上。趁漆晾干的时候，给抽屉也安上了新木板，里里外外全部刷上漆。前段时间买的贴纸给柜子安排上了，柜子的侧边和抽屉我刷的是巧克力棕色。安上新的木质门把手，看一下效果。最开始改造完是这个样子，在室外看着这个颜色没觉得太深，放进屋里越看越觉得颜色太暗了。于是我又把它拉出来再改一改，不知道能不能改成这种做旧感的风格。刚好柜子的底色是咖色系，给它再刷上一层白色，干了之后再打磨打磨，就能隐约露出底漆的颜色。贴纸不适合做旧风格，也被我撕掉了。这个漆简直太顽强了，钢丝球都不是它的对手。打磨完这个柜子，我的手都没有知觉了。不过还是要感慨一下，我竟然研究出了做旧风格的方法。再把深色的部分涂上琥珀色，翻出来一些复古的扣子，感觉可以用上。这脑袋瓜真是没白长，机智如我呀！这样再给它装饰一下，不就更有那味儿了吗？来回忆一下它最开始的样子，这是第一次改完的样子。现在它是这样的，这一次越看越喜欢。真的是。天想后，我决定给院子里其余地面铺上仿真草坪。领样对比了很多家，选了一款比较好的，主要是以渗水好、抗造又阻燃来选的。先好好打扫一下院子，这部分地面被很多姐妹吐槽太脏了，因为是比较老旧的地砖，再加上最近改造折腾的院子里土很多。希望铺上绿草坪之后能变得干净很多。就是这个工程实在有点大，需要铺的面积一共有70平米左右。
再加上有青石板路，需要裁剪的地方特别多。一边铺着一边担心这些草坪根本不够用。这个草坪真的太重了，还好今天有帮手。预感这几天又是累到腰疼的节奏。不过这绿油油拯救了冬天院子里的枯燥感，这样院子里不会看着那么空荡荡的了。因为我选的这个草坪比较硬，边角位置容易翘起来，需要粘胶固定。跑了2家五金店才选到合适的胶。室外地砖灰尘比较多，需要多涂一些胶才能粘得牢固。铺完胶的部分一定要用砖压起来，给它晾干。之前铺青石板路撤掉的这些地砖派上了大用途。果然一个东西的出现就是有它的作用的。铺这些草坪用了2天，粘胶用了1天。一起来看一下最终效果。不得了，真的是。今天用木棍再来做一组吊灯。之前买了一组简单款式的，没有灯罩，感觉太单调了。就是这组有点光秃秃的。于是我打算用木棍和没用的快递箱做3个灯罩。先把30厘米的木棍割成2段备用。木棍切割的一段需要打磨整齐一些。找了3个大小比较合适的餐具，比着画出需要的圆形，照着这个宽度剪下来。然后围着圆圈依次粘好木棍。粘好第1层之后，给它翻过来，再剪一个宽度小1倍的圆圈粘上去。多粘1层是为了让木棍可以很好的斜着固定。最后用这个剪下来的小圆盘粘在顶部，记得一定要留一个孔。就像这样，第1个完成啦。继续来做另外2个。做完1个找到很多技巧，后边的速度快多了。这2个我打算比第1个做的小一些。全部搞定后，来给它们刷上木蜡油，想要那种有一点点原木色质感的效果。因为木棍原本的颜色实在是太白太浅了，于是我把透明色的木蜡油兑上了一点胡桃色。没想到刷出来的颜色正是我喜欢的，满脑子的技巧在被我一一挖掘出来。这组灯就是要安在这个位置的，把原有的灯棍先拆下来。这已经是我第3次自己接线安灯了，于是步骤越来越熟练。这次2根线竟然默契的一次接对了，把灯泡全部安好，来看看效果吧。厨房的3个吊灯全部都是自己动手搞定的。前后改造了7件旧家具，收到了很多关于改造柜子的私信和评论，信息实在太多，没能完全一一回复到大家。今天针对改造柜子的问题来详细回答一下。首先，很多姐妹问家里有很多老柜子该怎么改造好呢？大家所说的有书柜、橱柜、衣柜、书桌等各种不同的老家具。在改造之前，先确定好想要把它变成什么风格。如果柜子本身比较完好，没有什么破损，有坑洞的部分用腻子膏填平，晾干之后打磨一下。我用的就是普通的腻子粉，像这样少量的加水，把腻子膏弄得硬一些。记得把柜子表面也要全部打磨一遍，刷上自己喜欢颜色的漆。打磨是为了时间久了漆不容易掉，还有漆一定要涂2遍更均匀。像我家这个斗柜，搬家的时候表面的漆被剐蹭了很多，于是就可以直接打磨换一个其他的颜色。家里哪个家具看着不顺眼，可以轻松换个样子重新爱上它。如果是这种很老旧、破损又严重的柜子，木板就需要拆掉换上新的。提前量好尺寸，到木材店选适合的木板。经验所谈，一定要多对比几家木材店。我第1次买木板的那家价格偏高，态度也不好，而且割木板还要额外加钱。后来找的这家，每次都会很耐心的帮忙割出想要的尺寸，服务态度超级好，割木板也不会另外收费。关于木板的价格，我选的是几十块一大块的，最贵的也才100多，每一大块都是2米乘2米4的。一大块木板可以拼拼凑凑能用在2个柜子上，我的改造成本其实还是很低的。关于用漆，大家也是问的最多的，我用的是3清水性木漆，比较环保，可以兑水稀释的这种，而且是净味的，安全性比较高，完全没有任何刺鼻的感觉。因为有宝宝，所以更注重这方面的问题。木漆的颜色有很多，可以根据个人喜欢来选，还可以堆在一起调出自己理想的颜色。关于柜子的其他装饰，首先是门把手的选择，
我个人很喜欢原木风，所以门把手基本上选的都是原木质感的。其次还可以选择金属把手、蕾丝、长虹玻璃、藤边网格、扣子、手绘画、贴纸等不同的流行装饰元素，尽情地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在改造柜子上。旧物改造既可以帮助社会减少垃圾消耗问题，又能给自己省不少的钱。如果不靠改造，买这么多的家具可是要花不少，而且自己动手把旧物翻新，意义也很不一样。今天取回来一份特殊的快递，收到了西瓜视频送的新年礼盒，真的太惊喜了。收到这份礼盒不仅代表着平台的认可，也是敬爱的你们一直给予我的支持。快新年了，小院的新年气氛必须要有。选了一些手绘灯笼，挂上之后可以在上面写一些字。先选了6颗爬藤月季，我怕不好养活，所以多入手了几颗，希望它们成活率能够高一些。
今天取回来一车快递，天气慢慢暖和了，这些天打算搬回来这边住。最喜欢的拆快递环节来啦！入手了一个补光灯，可以夹在手机支架上，方便拍摄的时候补光来用。还有一个果蔬净化器，选了一个无线款的，用着会方便很多。又入手了几瓶除甲醛膏，之前的2瓶已经用完了，这次和上次选的不是一个牌子的。对于刚装修完除甲醛，我还是很重视的，尤其是有孩子。这个多肉小罐子收藏很久了，春天来了，终于可以在院子里放植物了，看是不是很精致？每个小花瓶的颜色都好好看呀！以后浇花会常用到这个带洒水口的浇水壶。蹦蹦和跳跳总能轻松推开这个门跑出去，及时给它安上一个小插销，防止它俩外逃。这几天搬回来住，也会把狗子们接上。再来把多肉移栽到这几个罐子里，看到这些肉嘟嘟的小植物，莫名的很开心。为了省土渗水又好，先把罐子放上大半罐的桃粒。这样每次浇水的时候，多肉的根部就不会积太多的水，小心翼翼地栽进去，一定要把土压实。慢慢地给院子里添置一些花花草草。以前一直想拥有一个院子，种上各种喜欢的花，这次终于实现了。这么大院子足够我用了。又拉回来一个没人要的旧柜子，把它好好改造翻新一下。这个是老爸年轻时候自己做的柜子，我这动手能力还算强，是不是遗传了老爸的基因？柜子不是纯原木的，表面是这种很光滑的材质，翘起来的木皮能拆掉就拆掉，拆不掉的拿钉子钉一下，然后和一些比较硬的腻子膏，把缺口处用腻子膏补上。抽屉上的锁拆掉之后也这样补上。因为柜子表面很光滑，所以要多打磨2-3次。为了涂上的漆保持得更结实，再来把旧的门把手都拆下来，该上脚的时候绝不吝啬。费了好一会儿力气，还算好拆一些。这个旧柜子这个门把手真的是有年头了。之前改造柜子剩下的木板刚好能裁出合适的尺寸，拿来当做新的桌面再适合不过啦。钉子不够，拆这个来凑。要想不砸到手，一定要用钳子捏住钉子再钉。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个方法。自从改造小院以来，每天的手必须得抱点伤。打算给柜子整体涂上琥珀色，看着有点像香槟色的感觉呢。这个颜色涂上很耐看，很柔和。另外一个桌腿前边缺一个木板，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，就用硬纸壳做一个吧。为了结实一些，粘了双层的纸壳。不得不说，只要肯动脑，什么办法都能想得出来。噔噔，就这样完美契合啦。再把桌腿部分涂上橄榄绿，两边一致，完全看不出来另一边是用硬纸壳做的。接下来把柜门和抽屉的中间部分也涂上橄榄绿，提前认真贴好美纹纸。这个绿色搭配这个琥珀色，好喜欢。等第一遍漆干透之后，再刷第2遍。揭膜时刻来啦，来看看效果。再把边缘涂漆不整齐的部分处理一下，最后安上我喜欢的木质门把手。热爱原木质感的一切无法自拔，一起来回忆一下它之前的样子。改着改着都快忘记没改之前的它了，现在它是这样子的。花藤月季没有栽种，今天给它们种在大花盆里。前几天地栽了2颗，这几颗盆栽方便以后随时挪动位置。
最近入手了一个小橱柜，之前很多粉丝担心我家碗筷容易落灰，今天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。今天要对我用废弃浴缸改造的水池下手啦！萧条了一整个冬天，这次我打算给水池里种上荷花。小院踩了一个大坑，导致今天又是一个大工程。室内墙面弄完才3-4个月，又严重反潮起皮了。问了一下专业补墙的师傅，原来是没有涂防水导致的。最严重的一个地方。最开始翻新墙面的时候没有这个意识，那时候咱也不懂，咱也不是专业的。原来必须要在水泥的基础上先涂2遍防水，才会避免这个问题。翻新墙面一定要避坑呀，不然就会像我一样再次返工。怪不得翻新墙面时候我一直纳闷，这里层为啥有一层绿色？原来是它以前的那层防水，而且这个老房子还是泥土墙，这也是反潮严重的原因之一。当初怎么辛苦补的墙皮，现在怎么铲下来？来感受一下返工的混乱现场，一片狼藉，整个屋快没有下脚的地方了，估计得铲掉了几十斤的墙皮。为了省钱省时，这次墙面补救我选用自己的老方法，涂上防水晾干，然后直接粘上墙贴。卫生间就是用的这个方法，目前墙纸还很牢固呢。如果彻底重新修复，不仅要找专业工人，花费贵，耗时也很长，铲下来的墙皮单手都扫不动。现在涂这层防水是可以让墙贴粘得更结实。还有一点忽略了，防水涂上后颜色比较深，墙贴买薄了贴上能映出里边的颜色。还好只是先少买了一些，看下效果，粘性还不错，又选了一些厚的，把最先用的这些再贴一层覆盖一下。哎呀，每一天都是改造出来的人生经验呀！顺便给床换了个方向，感觉还不错。租来的农村小院也可以干干净净又温馨。我决定今天开始对外院动工了，猜猜我要怎么规划？打算把外院分为3个部分来改造。一进大门，这里是一条小路，然后走进来，这边是好大一片空地。往这边还有一个拐角区，种着一些树，
规划一：把一进大门这条小路两边全部种上花，实现鲜花小路的梦想。先把门口这棵枯萎的树锯掉，从老家把母亲大人的小电锯搞来用一用，预感又是一个大工程。Oh my god！ 还没锯一会儿，电锯冒烟了，老妈会不会提着10米大刀来找我？那棵枯树搞不定，那就先来修剪旁边的月季。这棵月季估计好几年没人管它了，把所有的老枝杆、枯枝全部剪掉，希望修剪完它可以开更多的花，再给它施一些肥。修剪完我的手千疮百孔，又忘记换上防刺手套了。这2棵桃树有很多折断的枝，这可真是个体力活，我就差上树了。这片土有好多水泥渣渣，也要全部清理干净。把小路两边的砖先占2排，做出一个长形花池，准备把这些空地全部撒上花籽，一定要拉一根线，花池边才能系得直。多余的砖敲掉，或是找大小合适的半块砖换一下，沿边缘再立上整块砖，这样下雨时不会把泥土溅得到处是。把土弄平整，砖的边缘一定要踩结实一些。得亏这个院子面积够大，让自己喜欢的样子一一实现。敲敲补补，终于把边缘弄成一条直线了。原本以为1天能搞定这条鲜花小路，一整天花池还没有弄好，就要天黑了，花籽还是没有撒进去。天黑前终于把花池搞定了，我的老腰也废了。一想再把这些砖再清理掉，我的手都发抖。虽然搬砖很累，改造很辛苦，一砖一瓦都是自己的心血之作，更有成就感。把所有的土松一松，这样种花效果更好。月8已经迫不及待的来撒花籽啦。这个种子是冰岛虞美人的小帮手忙得不亦乐乎。前几天种爬藤月季上了2袋营养土和黑肥，今天刚好可以用上。月8说，妈妈总能带我体验很多有趣的事情。改造小院以来，她收获了很多快乐和成长。把混合好的土这样薄薄的撒在花籽表面一层，最后均匀的浇上水就可以。耗时2天，花费7、80，搞定了这条鲜花小路，静等它们发芽开花。边弄好了鲜花小路，今天开始规划里边这片空地。你们说这里弄个菜园怎么样呢？这个空地估计有100多平米，天呐，可不就是市里一套小3居室的面积了？太喜欢农村老房这宽敞不憋屈的环境。这些杂物都够我收拾半天的了。很多粉丝问我用的茅草掉碎碎吗？别问了，掉！你瞅瞅，掉下来吹的到处都是。新的茅草最开始1、2月掉碎碎，之后就不咋掉了。今天先给菜园弄一个竹栅栏，把里边这个老式卫生间、杂物区和菜园分割开，这样还可以挡住这一片乱乱的杂物。刚好用鲜花小路撤下来很多砖派上用场了，用来固定竹栅栏，两侧都是双排砖，很坚固了。今天得搬了几百块砖，我的老腰呀！我上辈子肯定是个合格的瓦匠，靠不仅挖得好，搬砖也是一把好手。砖墙快弄完了，砖也不够了，只好把这片地给刨了。不要问我为啥不用新砖，问了就是没钱。我一共用了3个栅栏，把每2个之间用铁丝困一下，然后再给这上面扎上茅草。之前做凉亭和茅草屋檐剩了一些，这不就是给栅栏来当垫背的吗？物尽其用，把家里现有的能用上都用上，超低成本打造一个很理想的小菜园。茅草这样扎双层就可以下边留点空间，不至于刮大风的时候把这个栅栏给我撂倒。今天这个栅栏做的还算成功吧？耗时1天，花费90，完成了菜园的竹围栏。明天继续菜园规划第2步，做拱门型菜地。当天弄好了小菜园的竹栅栏，继续把菜地弄成不一样、比较特殊的感觉。去年秋天，老妈来小院看到这片空地，发现北边这部分的日照比较好，所以决定把菜地设计在这半面。菜地规划在北半边，工程量可就大了。这里有一大片砖需要起料，别人是地里挖宝，我掘地3尺是挖砖。不知道为啥这个小院到处都是砖，这一小块地方竟然挖出来这么多，一上午的体能就这样被耗尽，下午继续消耗体能，燃烧我的卡路里。这个位置有好大一块水泥板，不青石板路还剩了几块也堆在了这里，一想要把这一大块水泥凿碎清理掉，我都心慌。这个是老公用灶台时做的一个台面，超级无敌重，根本抬不起来，所以没用上。这么厚的水泥板真的能用我半条命，一边凿一边念叨我老公，骂骂咧咧的，终于把这一大片都敲碎了。我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力气能给它整碎，终于把这大片土清理干净了。好好琢磨一下要怎么设计这片菜地，做几个拱门型的怎么样？咱就说这样画半圆它不香吗？最先简单的围了一个半圆，感觉效果不错。还有一些新砖用来围出这种锯齿状造型，这个是不是更好看一些？靠墙这边刚好可以规划出3片同等大小的菜地，砖堆这个位置规划2片出来，和对面3个半圆交错开更好看。
做锯齿状造型的边缘第一块砖的位置很重要，挖出深一点的小坑，大概45度角把砖倾斜摆好，在间隔点距离挖小坑。第二块砖压着第一块的尾巴，沿着地上提前画好的线围出半圆形。这个方法用来围花坛、砌沙池都可以。越弄越喜欢这片小菜园啦，估计以后在这里种菜都是不一样的心情。新砖只够围3个锯齿状菜地，这样看上去也不错，也算是挺对称的呢。小菜园还没完工，下了一场大雪，中途被迫停工了1天。前几天还将近20度的天气，今天的土又有点伤冻了。把土弄平整，再给中间的小路铺上砖。做的这个半圆造型太考验铺小路的技术了，总找不到大小合适的砖，就这点面积铺了下午大半天。咱就说这场雪真没白下，我的鞋彻底沦陷了。现在可以称这里是一条泥泞小路。不过我终于有小菜园了，一个很喜欢的小菜园。宝子们给点建议，这里种点什么好呢？梦想的小菜园弄好了，要开始收拾外院这个拐角区啦。这里有几百块方砖需要挪走，请允许我的手先抖一会。如此熟悉的环节，搬砖女孩上线。前2天下的雪给我搬砖增加了阻碍，真的是一步一打滑的刺激。所谓名副其实的砖2代就是我，不要问我为什么身上这么多土，带你看看我搬砖硬币歪歪的小路就知道了。耗时2个多小时，几百块砖终于都挪过来了。把这个位置收拾出来，准备在这里弄挡一挡后边这个杂乱的小树林，还可以装饰一下这个角落。说干就干，继续搬砖。最近好像每天有搬不完的砖，体力活真的超级消耗体力，燃烧卡路里。最近的体重在慢慢靠拢90天了。这棵槐树枝条上都是刺，为了保命，还是先剪掉它们，绝不让它伤我分毫。和水泥也练就成了强项，别看就这一小堆，能让你老腰废了。我的技巧就是一边和一边戳。去年就种草了这个拱门装饰墙，图片收藏了很久，终于给它砌在小院里啦。把砖交错开砌，两边也是一样，不需要弄整齐，弄出这种参差不齐的感觉。砖最好浇湿一下，这样用起来和水泥黏腻的更结实。我给底层砌了12层砖，然后居中位置再竖向砌几块。这个位置是中心拱门型窗户的台面，为了更牢固，砌到一半先给背面加宽1层，把中间位置留出来，两侧继续砌10层砖。咱就说需要什么，我总能在杂物间翻出来。2块长短超级合适的木板，还有没用的明线和盖被我拆下来了，刚好用来弯出这个弧度来做支撑。接下来拱门位置要用的都是半块砖，整块砖太重不容易支撑固定住，像这样外侧水泥厚一些，顺着半圆弧度砌砖，这个会有点难度，一边调整一边砌。月巴带着新造型来监工我的进度。最后砖缝用白水泥磨好，等待水泥凝固之后，中间的砖就可以撤掉了。之前这个角落是这样的，现在拐角区是这样子的，又完成小院的一处大工程。大家嫌弃很久的仿真草坪要撤掉了，我看很多姐妹评论深有体会，草坪下边会藏小虫子，吓得我在虫子还没有泛滥之前先掉它。然后打算在里院砌一个隔断墙，也可以装饰一下空旷的大院子。我的小货车每天跟着我饱经风霜，拉上我的小货车开始搬砖了。如果没有这小车，真不敢想我每天会有多累。仿真草坪拆了之后，是真解压又痛快。这次要砌的这面墙，想想就喜欢。里院的面积着实有点大，也有点空旷。希望垒完这面墙，小院看上去更有格调。自从上次在外院拐角区砌完拱门装饰墙，闺蜜问我啥时候偷偷学的瓦工，她咋不知道？哈哈哈！我能说不租个小院，我还真没发现自己还是个瓦匠。这砖让我砌得越来越明白了。这次来试试整块砖砌拱门造型，妈呀呀，比半块砖的好砌太多了。整块砖的拱门好像看上去也更结实，又发现新大陆了，这脑子真没白长呀。最近干瓦匠活咋越干越带劲呢？不仅干得带劲，还每天累得越来越瘦。闺蜜说我吃啥不行，搬砖垒墙第1名。我已经想好了，这面墙以后主要的作用就是和闺蜜坐这上边嗑瓜子，一人翘着跟腿，抖着脚丫子聊着天。闺蜜说我这镂空墙怕撑不住它，多大吨位呀，还能支不住你。从来没有学过设计的我，用自己的双手把小院一点点改造成了理想的样子。右边这个位置刚好可以砌一组，简直完美。水泥完全干透之后，就可以把拱门里的砖撤掉了。来看一下最终效果。最近我家隔壁在盖房子，你说我要不要去报个瓦匠队，一天挣他个200去？
金香种草的上头，正好把这幅旧画改造一下，挑战一下自己做一幅郁金香浮雕画，把挂画表面用砂纸打磨完擦干净。准备一些石英砂、丙烯涂料、超轻粘土。画的底色我打算涂灰蓝色，丙烯涂料里倒入1/3石英砂，搅拌均匀。把画框四周贴上一圈美纹纸，留出一个白边框。均匀涂上底色，还可以遮盖住原本的图案。涂完拿到一边晾干。接下来就是做郁金香啦。粘土分成同等大小，然后像这样揉成水滴形状。一朵郁金香用3个水滴形状粘土，其中2个水滴先用手按扁，再放到模具里按出纹理。然后把2个花片裹在另一个水滴粘土上，中间水滴的尖头是朝上的。有手就会做的郁金香花苞还算没有啥难度，底色的这个边缘不小心被我撕出了艺术感，不过这个不规则的边缘看着也蛮好看的。根据自己喜欢把郁金香花苞随意粘上，你想咋粘就咋粘，怎么任性怎么来。揉出细长条的花杆也粘上，妈呀呀，开始有点郁金香那感觉了。接下来是粘叶子，还是提前分出大小合适的粘土，揉成2头尖尖的长条状，给它按扁。叶子也是超级无敌简单，同样也是用白乳胶粘上去。然后再来放一层郁金香花苞，再一层花杆，再一层叶子，有层次的粘上去。然后同样加石英砂调出2个相近的颜色来涂花苞，花头颜色略深，花的颜色较浅的渐变效果。叶子和花杆再用绿色涂料点缀一下。姐妹们给点建议，放蝴蝶结好看还是不放呢？先粘上蝴蝶结看一下效果。还记得这幅画原本的样子吗？现在它是不是变得洋气多了？涂了3年了，今天给它装饰的好看一些，把家里所有的干花都收集到了一起，看看哪些能用得上，还准备了一些木花片，看着好看就买了。这个镜子脏的呀，得有大半年没擦过了，试纸擦2遍，再用干纸擦1遍。先用美纹纸把镜子四周保护起来，准备给边框涂个颜色。把丙烯涂料里放上一些石英砂，搅和搅和。给这个金属边框打磨1遍，再涂上颜色，这样可以让这个边框看起来更有质感一些。天气太给力了，颜色涂上没一会儿就干了。接下来就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开始装饰它。先来在左上角做一个太阳，意义就是每天心向阳光。然后把边缘粘一圈木花片，太喜欢这些木花片了，每一个纹理都很独特。右下角粘上一些干莲蓬来装饰，这些干枝真的很有韵味，随便摆摆都很好看。最近很多地方疫情反反复复，不到处乱跑，不给国家添负担，利用宅家的时间可以把自己的小家装饰得更温馨一些。很多人评论说每天瞎折腾，自己住的房子不折腾怎么变得更温馨呢？这是一种生活乐趣，也是一种向往，谁不想过自己向往的生活，对不对？还剩了好多干花没用上，下次再来想想用它们做点什么。来看一下落地镜的最终效果。愿我们每天都可以心存美好，拥有美好，热爱生活，过自己向往的生活，没有什么不对的。选一个户外桌放在院子里，很喜欢80厘米的，那还不得过千尺寸有点多又复杂，但是大爷说你需要啥尺寸我都帮你割好。看这专业的就是不一样，还有专门割木板的4轮小拖车。好嘞，没有了。木板尺寸多的有点凌乱，每根上边都有很多毛刺，需要好好打磨打磨。棱角部分手动来打磨，我怕电动的直接给我把棱角磨没了。今天的天气实在太晒了，我还是换个凉快点的地方吧。棱角都处理好了，平面需要用打磨机弄光滑。组装桌面，我想到了一个超级简单的方法，宽木条放下边做支撑，这样就可以把桌面木板直接搭上去。这脑袋瓜子给自己省了不少事儿啊！桌面整体摆好后，用焊接胶给它固定一下，这样在用钉子的时候，木板就不会乱动，还能更结实。给它压上砖晾一会儿，会粘得更牢固。还我手套。晾了1个多小时，来验收一下桌面粘得怎么样了。真不错，比想象中粘的还要牢固。
事实证明，很多事情就不能夸，有几根木条没有粘结实，还是上胶带吧。准备把桌面翻过来，在背面上螺丝。上螺丝之前，先用电钻钻出孔，每根木条背面弄2个螺丝，一定要选择长度合适的，过长的螺丝会把桌面打穿。固定好木板之后翻过来，再把桌子表面整体打磨干净。今天一天真的是吃了不少木屑呀。然后再给桌子涂上防腐木蜡油，木蜡油我涂了2遍，用的是浅胡桃棕色。接下来就是有难度的桌子腿，桌腿我打算做斜角的，所以每根需要磨出一样的斜面。在五金店买了8个这样的直角支撑架，每个腿上安上2个。安好腿之后试了一下，感觉有点长，再锯掉3厘米。为了这个桌子更稳，我给腿的4周又安上了4根横梁。1000多块的桌子被我用100多块的木板搞定，以后可以用它常在院子里吃饭了。晾干木蜡油，给它归位，看看效果。这2天还光秃秃的树枝，今天突然开了好多花。天哪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